这样的新闻啊，你肯定经常看到，哪儿名校又给留学生盖了5星级宿舍，哪儿高校又给那帮中文都说不利索的洋学生配了漂亮的学伴。说实话啊，每次看到这种新闻啊，我这心里面就跟堵了块破抹布似的。咱们的孩子啊，寒窗苦读12年，过5关斩6将，杀进象牙塔，结果呢，挤的是8人间，洗的是大澡堂子，拿着几百块钱的奖学金啊，还拼了命的卷。凭什么呀？难道自家的孩子是捡来的，外来的和尚才是亲生的？嘿，你猜怎么着？这2天啊，终于有一所学校站出来了，他凭一己之力啊，把这层崇洋媚外的窗户纸啊给捅了个稀巴烂，顺带啊还给那些跪久的高校脸蛋子上啊来了一个响亮的大耳刮子。这所学校呢，就是西湖大学。我跟你说吧，这个事儿干的真是太漂亮了，简直就是这几年教育界最解气的一出戏。西湖大学呢，公布了招收本科生的方案，咱们中国的孩子啊，学费1年是6000块钱，地道吧？跟这个普通的公立大学一个价。可是你再看那个外籍留学生啊，想来读本科，行啊，1年学费35万人民币。35万除以6000，58倍啊！好家伙！我当时一看这个数啊，第一反应是，这个西湖大学是不是数写错了？再一琢磨，哎呦喂，这哪是写错了呀？这是人家把那腰杆子挺得直直的，在跟全世界说话呢。这58倍的差距吧，直接把国内高校那一套啊，求爷爷告奶奶请留学生的常规操作啊，给掀翻了。你想啊，在很多的高校逻辑里啊，留学生啊那是小祖宗啊，得供着，不仅这个学费啊得给免了，还得倒贴奖学金。有的学校啊恨不得把人家的洗脚水啊都给预备好。可是这个西湖大学呢，人家直接定了个天价呀。这个逻辑很简单哦，你想来我们这儿行，先排队再交钱，这就叫教育尊严。今天呢，咱们就聊聊西湖大学啊，到底哪来的底气，敢这么狮子大开口？咱们往回倒倒啊，说说为什么这35万能让全网炸了锅。那各位家里面都有孩子吧，考上大学那是喜事啊，可是进校一看，心凉半截啊。咱国内的孩子啊，在这个象牙塔里啊，过着什么生活呢？那都是生存挑战啊。6人间是标配，8人间也不下。那推开门，一屋子的臭球鞋味啊！洗个衣服呢，得抢水龙头；想拿奖学金，那得拼命去拼。1年奖学金啊，撑死了几千块钱，人均下来吧，有的才800。为了这800块钱啊，孩子们得刷机点，实验室里通宵，还得去跟这个辅导员求爷爷告奶奶的。要是家里面真穷，想申请个助学金，得回这个老家盖10几个大章啊，把家里面的穷根剥开了给人看。那都是伤尊严的事啊。可是你扭头看看操场对面啊，那栋新盖的带电梯、带空调、带24小时热水的留学生公寓啊，住的是谁？是外籍生，人家1人1间啊，甚至还有客厅。我以前听过最离谱的一件事啊，就是说某个学校为了招揽这个留学生，不仅是学费全免，每年还发个几万块钱的生活费，甚至还报销回国的机票。你看看，这叫留学吗？这就叫带薪度假呀。曾经有一组数据啊，说国内高校啊，每年给这个留学生的奖学金补贴，总额是一度超过60个亿啊。对比一下，咱们自己的孩子啊，人均补贴才多少钱？那外籍生人均能拿到4、5万啊，这哪是办教育啊？这简直就是开福利院，还是专门给外国人开的福利院。更奇的是那个学伴制度啊。有些学校为了让这个留学生适应生活，给配几个中国学生啊带着玩，名义上嘛是交流，实际上呢，我看就是把底气给弄丢了，把自尊啊踩在脚底下了。这种讨好式的待遇啊，换来的是什么？是哈佛、耶鲁那种级别的天才吗？拉倒吧，大多是一些啊在自己国家混不下去，听说中国这儿钱多人傻妹子热情，跑来这儿当杨大爷的混混。这种逆向补贴啊，让咱们的象牙塔硬生生变成2个世界。一个世界呢是咱们的孩子啊在吃苦奋斗，
另外一个世界是外籍生在享受优待。哎，这种情绪呢，憋在家长心里面，憋在学生心里面多久了呀？就缺一个带头大哥出来吼一嗓子。这个时候，西湖大学站出来了，他说：“不好意思，我们这儿呢没那些烂规矩，想来拿钱来，没钱啊，凭本事靠奖学金。但是标准啊，跟咱们自个儿的孩子一样硬。”这就叫把失落已久的教育常识给找回来了。哎，你去瞧瞧那个什么哈佛啦、剑桥，人家对这个国际生收费啊，那是从来都是不遮不掩的。国际生交的高学费啊，就是拿来养活本国学生的奖助学金的。这就叫劫富济贫，也叫肥水不流外人田。西湖大学这波吧，那是真正的国际接轨啊。那这个时候你肯定得问了，哎，既然大家伙都看不过眼，那为什么以前那些大学啊，非得倒贴钱请人家来呢？那些校长难道是傻子吗？校长们可不傻哦，他们精着呢。这背后呀，藏着一门买卖，名头叫国际排名。你肯定听说过什么 QS 排名、泰晤士排名吧？这玩意儿吧，现在就是高校的命根子。为了在这些排名榜上往前面挪几个名次，这校长们是绞尽脑汁呀。可是这些排行榜嘛，有个非常操蛋的指标，国际化程度，也就是说你这个学校里留学生占多少比例。这可是把一些底气不足的高校给难住了呀。科研硬实力短时间上不去，学术名声也不响，怎么办呢？那为了刷数据呢，只能走捷径。这个捷径就是降门槛、贴大钱。哎，你不是要国际化吗？我就把大门打开，只要是拿着外国护照的，哪怕你连个 ABCD 都认不全，我也把你给请进来。学费我不要，钱我还给你发，宿舍呢给你最好的。只要这个人数凑够了，只要这个百分比一上去，哎，排名就蹭蹭往上涨。这叫什么？这叫虚假繁荣啊！这就是拿咱老百姓的纳税钱去买几张废纸上的排名。那到了2025年以后，这个报应就开始显灵了。数据说明一切啊！5年间，来华留学的人数啊，从快50万降到了40万，跌了将近20%。为什么呀？因为靠钱买来的学生啊，他根本就不爱你，更不会给你增加声誉。他们拿了钱，混了文凭就走了，甚至呢还在外网发这个视频嘲笑中国大学好糊弄。这个时候，国内家长的愤怒啊，已经到临界点了呀！凭什么我的孩子要考700分才能进的名校，一个外国学渣申请一下就能进？那这种靠消耗教育公帑换来的买卖指标，说白了就是自欺欺人啊，是自卑到了骨子里的表现。西湖大学这波操作算是把这些高校的底裤给拽出来了。他在告诉大家，真正的名校是别人求着你来，而不是你求着别人来的。真正的国际化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大脑不远万里自费也要钻你的实验室里，而不是说你雇一帮洋混子来充门面儿。那说完那些糟心事儿咱还得回过头来夸夸西湖大学。敢定35万，这需要多大的胆量啊？这需要多硬的底气？那有人说这个西湖大学呢是疯了，我说他是透了。人家手里面攥着3张王炸。你听我给你数到啊。第一张牌是人，谁是领头的？施一公。这位当年那可是放弃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讲席教授毅然决然的回国搞科研的。他在科学界的号召力那就是一块金字塔尖的招牌。西湖大学里那些带头首席的科学家全是施一公从全球各地挖回来的顶级海归。实验室里灯火通明，搞的是量子物理、生命科学这些最前沿的东西。建校没几年自然杂志呢就把他列为亚洲最值得关注的科研新星。这就是底气我的老师是世界顶级的，我的设备是世界一流的，我的学术氛围是纯粹的，你爱来不来？想来那就得按我的规矩办。还有第二张牌是钱。这钱呢可不是从财政拨款里墨迹出来的。西湖大学是社会力量办学，背后呢是一大群有情怀的中国企业家撑腰。你看这个2025年的数据它的年度科研经费都到7个亿了。因为不全是靠这个上头拨款他就不用为了完成那些死板的国际化 KPI 去卑躬屈膝，他有更高的定价权。
他说，我的钱是社会捐的，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我可以给中国自己的博士生发12万以上的年薪，我愿意让他们住公寓，没后顾之忧，因为他们呢是未来的顶梁柱。但是我凭什么拿这个钱去补贴外籍学渣啊？想占便宜没门儿！这个钱得花得明明白白，这个腰杆子啊得挺得硬硬气气的。还是第3张牌啊，是诚意，对自己人的诚意。西湖大学呢，最让人感动的地方啊，就是他把最好的资源啊，都优先倾斜给了本土人才。哎，你看这个国内的博士生啊，一进去就是年薪制呀，还有这个五险一金，差旅费报销啊，住的是公寓啊，这逻辑多顺呀！最好的资源给最优秀的人，不管你是哪国人啊，但是只要是公共福利啊，必须优先照顾本国国民，福利归国民，生意归市场。你想来做生意呢，买教育资源可以，35万。你想来贡献智慧，搞科研，只要你够牛，学费不仅能免我还能给你发高薪。这就是西湖大学的气魄呀！他用这58倍的差距告诉全世界，中国的顶尖教育不是路边摊上大白菜，是稀缺物资，是昂贵的奢侈品。以前呢，咱们过度迷信这个国际排名那是自卑啊。现在西湖大学告诉咱们，尊严从来不是靠盖几间豪华的留学生公寓就能换来的，而是靠那些实验室里通宵达旦的灯光，靠那些能改变世界的科研成果，一寸一寸挣回来的。哎，你说西湖大学这一嗓子到底吼醒了谁？他吼醒了那些还在倒贴刷排名的校长，别在这自欺欺人了，买来的繁荣一戳就破。他也吼醒了那些觉得中国教育不如人的喷子。看看咱们现在也有了让人家愿意掏35万也要挤进来的学校，这种反向收割才是大国教育该有的姿态。咱们不再是那个为了点国际名声就卑躬屈膝的小学生了，咱们现在是摆好擂台，挑拣天才的考官，让本土人才感到受尊重，让外籍学子呢感到被激励或者被门槛劝退，这才是真正的高质量的国际化。当我们的大学不再为了那几张排行榜上的名次而放弃原则，当我们的孩子不再觉得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成了2等学生，那个时候咱们的教育才算是真正站起来了。要是所有的高校都敢把留学生的超国民待遇给取消了，哎，你觉得咱们的大学还剩下多少吸引力？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了。这个西湖大学咱们得给他记上一功，这地方出人才更出骨气。我是肖兰，我们下期再见。